連續3年把女足金球獎攬在懷裡，她的榮譽櫃幾乎沒有空位。俱樂部層面拿過女足歐冠，國家隊層面奪得世界盃的冠軍，再加上歐洲賽場的重量級冠軍，她的職業履歷幾乎把頂級球員該有的獎盃都湊齊了，稱得上接近大滿貫。放在當今女足的足壇，她的實力和榮譽高度真的有點像男足巔峰時期的梅羅。這不是誇張的比較，而是她的數據和榮譽就能感受到她的統治力和穩定性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她效力於巴塞羅那，在巴薩體系裡同樣站在中路的指揮台，承擔組織、推進、調度核心的任務。也正因為這種踢法和氣質，她被很多人稱作女足版的梅西。她就是艾塔納·班馬蒂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們就來聊聊這位巴薩的女足傳奇。班馬蒂出生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，他的父母都是老師，家裡幾乎被書籍填滿。從小，父母就要求他把閱讀這件事放在日常的生活裡，這也讓他在長大之後身上始終帶着一種文藝的氣息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名文學生。但另一方面，他骨子裡確實是一個運動員的性格。很小的時候，他就會對各種運動產生興趣，精力總是用不完。7歲那一年，他開始和同班男同學一起在學校操場上踢球。父母發現他對足球熱愛並不是一時的興起，而是發自內心的投入，於是便支持他加入當地社區的足球隊。只是這支足球隊裡幾乎全是男孩子，整個訓練裡只有班馬蒂一個女生。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一直和男生一起訓練、一起比賽，直到14歲。那幾年裡，他不僅要適應身體對抗和節奏差異，還要習慣在唯一的女生這個身份下堅持自己的位置。後來，因為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相關規定，女生在14歲之後就不可以再和男生一起聽混合的比賽，他才開始轉而和女生一起訓練、一起比賽。他同時還是一名鐵桿的巴塞羅那球迷。小時候，他夢想着有一天能夠站在諾坎普球場踢球，但對於一名女子球員來說，在當時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。那時候的西班牙還沒有真正職業化女子聯賽，巴塞羅那女足也尚未完全走向職業的體系。即便如此，她還是進入了巴塞羅那 U15的女子梯隊。但在那個階段，她對未來的判斷非常的現實。她並不認為自己能夠單純依靠足球謀生。她注意到美國的女子足球聯賽已經高度的職業化，於是便和父母商量，考慮前往美國的俄勒岡大學讀書，通過一邊學習一邊踢球的方式，為將來成為職業球員尋找一條更穩妥的道路。時間來到2015年，17歲的班馬蒂一邊準備着前往美國大學的相關考試，一邊仍在巴塞羅那女足2隊訓練。就在這一年，命運出現了關鍵的轉折，巴塞羅那正式宣布將女足一線隊推向職業化。隨後，班馬蒂在18歲時被提拔到一線隊。這個決定也讓他的人生方向徹底的改變。他最終取消原本前往美國的計劃，選擇留在巴塞羅那，全身心的投入訓練，正式成為一名巴薩女足的全職職業球員。而這一選擇也成為他之後整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起點之一。剛來到巴塞羅那女足1隊時，班馬蒂其實非常不適應。在青年隊階段，他一直是球隊的絕對主力，是戰術體系裡的核心人物。但進入1隊之後，現實卻完全不同。在最初的3年時間裡，他更多時候只能以替補身份登場，為球隊出戰比賽。這種落差對任何年輕球員來說都不是容易的。他很清楚問題出在哪裡，也沒有把原因簡單的歸結於機會不夠。相反，他給自己定了一個非常具體的目標，在體能層面變得更強，在閱讀比賽、理解節奏的能力上進一步提升。因為在他看來，想要在巴薩這樣級別球隊站穩腳跟，這些能力是必須要跨過去的門檻，而不是可有可無的加分項。真正的改變發生在20到21賽季。這一年，巴塞羅那女足達到了俱樂部歷史上的一個高度，就像男足曾經做到過的那樣，他們在聯賽、歐冠和國王杯3條戰線上全部奪冠，完成了3冠王的壯舉。而在歐冠決賽舞台上，班馬蒂憑借自己在中場的出色發揮，被評為全場最佳球員。那一刻，他不再只是體系中的一環，而是站在最關鍵的那個位置上。隨後，環境本身也發生了變化。2021年，西甲女足正式獨立並邁向職業化的發展。隨着聯賽結構的調整，整體的競爭強度明顯提升，
商業價值和曝光度同步的增加，越來越多俱樂部開始加大對女足的投入。這也意味着聯賽不再只是少數強隊的舞台，而是變得更加激烈、更加的殘酷。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巴塞羅那女足在21-22賽季繼續保持統治力，聯賽30場保持不敗，成功奪得冠軍，延續了上一個賽季的巔峰表現。作為中場核心之一，邦馬蒂在這個賽季貢獻了多次關鍵的助攻，用穩定而持續的表現鞏固了自己在球隊中的位置。真正改變邦馬蒂在西班牙足球歷史地位的是2023年那屆女足世界杯。在那些賽事中，她被評為世界杯最佳球員，成為西班牙奪冠道路上最重要的發動機。同一年，她也捧起了職業生涯首座女足金球獎，完成了個人榮譽層面的最重要的突破。1年之後，她的女足歐國聯決賽中打進關鍵一球，幫助西班牙女足贏得冠軍。正是憑借國家隊和俱樂部層面持續頂級表現，還因此完成了金球獎的連續蟬聯。就在2025年，巴馬蒂再次站上金球獎的領獎台，捧起了職業生涯第3座金球獎。這一次，外界確實伴隨着不少爭議的聲音，但如果你把視角放得更遠一點，就會發現一個很清楚的事實。在當今女子足球世界裡，邦馬蒂這個名字已經逐漸成為實力本身的代名詞。這種感覺其實很熟悉，就像人們在談論梅西的時候，腦海裡往往會下意識地認為，如果這一年要選金球獎，他本就該在討論之中。爭議會出現，但該不該被提名早已不再是問題。放在足球歷史的尺度上來看，一名球員只要獲得1次金球獎，就已經足以被寫進傳奇的行列。而當一個名字多次出現在這個獎項的歸屬名單裡，他所證明的已經不僅是某一個賽季的表現，而是這個球員在整個足球世界中的長期地位。當然，現實也很清楚，女足的整體關注度依然無法和男足相提並論。也許你第一次聽到邦馬蒂這個名字是在金球獎的頒獎典禮上，也可能是在足球遊戲裡看到他不斷被調整的能力值，甚至在某一次大賽轉播中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存在。但無論你是通過哪一種方式認識邦馬蒂，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件事：女足在被越來越多人看到、討論和記住。而邦馬蒂所代表的，並不只是個人榮譽的累積，更是女足影響力與曝光度正在進一步走向更廣闊的舞台。那麼，以上就是艾塔納·邦馬蒂的故事。如果視頻讓你更加了解她，請點讚分享。這裡是節目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